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这是中国现代史最戏剧性的一个时刻，从网上传闻到官方证实，只用了96个小时。这闪电般的官宣速度背后是什么样的极度恐慌？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疑心病大发作，还是经历了一场性命攸关的权力的失而复得？在此之后，习近平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统治中国？面对世界。北京时间2026年1月24日下午3点，中共国防部网站首先发布重磅消息，声称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共立案审查调查。和文字公告一起，还有一个半分钟的视频，由国防部新闻司副司长蒋斌一字不差地阅读了这个74个字的官方声明。这条消息一出，全世界都炸了锅。有关中共高层内幕的网上谣言再次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就在4天前，也就是1月20日，就有人指出，在中共报道的中共省部级研讨会开班会议中，央视直播画面显示张又侠缺席了。当天，澳洲自媒体人蒋网正就在 X 平台上爆料说，张又侠出事了，声称张又侠被约谈，张又侠儿子机要秘书被调查，刘振立被调查。随后1月22日，旅美时评人蔡胜坤发帖确认这个消息，说张又侠、刘振立、钟少军同时被捕，张又侠的所有家人都被带走。1月23日，蔡胜坤再次发帖称，一起被抓的还有其他17名中共高级将领。没想到1月24日下午3点，中共国防部就官宣证实了网上的这些传闻。从传闻到中共官方证实只用了96个小时。仔细审视这个事件中异常压缩的时间线，我们会发现这里面藏着很多不同寻常的信息量。就在2025年12月22日，也就是官宣张刘两人落马的前1个月，中共官方媒体还报道了张又侠在北京81大楼主持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时张又侠就站在习近平身边，还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命令。刘振立、张生民也一起参加了这个晋升仪式。从报道和公布的照片看，一切显得都很正常。但是短短1个月后，张又侠和刘振立就从中共权力塔尖的核心人物，变成了被中共官媒正式宣布为被立案调查的阶下囚。这么高级别的人物，如此快速的从正常履职到被正式官宣落马，这在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极为罕见。历史上如此高级别的官员，从最开始他们从大众视野消失，到出现网上传言，再到中共正式官宣落马的消息，通常都要经过数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当年周永康案从落马传闻到官宣用了至少大半年的时间。令计划案从因法拉利车祸被边缘化的传闻到官宣，更是用了超过2年的时间。事出反常必有妖，可以肯定，过去这20多天，在中共核心权力层面一定有重大的突发事件。那么在这20多天中，中共高层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目前网上流传着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版本，互相之间有矛盾的细节。有人说张又侠在1月17日就在京西宾馆被抓，是习近平的大批军警干的。有人说刘振立、钟兆军是和张又侠同时被抓，而且张又侠全家也被人带走。但是也有人说张又侠妻子、儿子、秘书以及刘振立是在1月19日晚被抓的。还有更惊悚的说法，有传闻说习近平突然下令中纪委抓捕，还引发了军警和刘振立部队的冲突。还有传闻说中央警卫局以涉嫌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张又侠和他的妻子、儿子一同逮捕。张又侠的儿子被抓后，他在陆军研究院的办公室也遭到查抄。
另外，张幼侠在中央军委的13名部下，还有和他一起有陕西背景的17名同乡军官也被抓，等等。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突然对张幼侠和他手下甚至家人动手呢？对此，网上也是有不同版本的传闻。一个比较不着谱的传闻是，习近平反腐查到了张幼侠的儿子张幼侠是受牵连而接受质询。那么更惊悚的传闻是，张幼侠和刘振立原来是想在北京时间1月18日晚上对习近平动手。当天习近平准备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住，他们认为在京西宾馆好抓，但是在抓捕前2个小时，有人给习近平告了密，习近平立刻就离开了京西宾馆，而且习近平派系的人不动声色地悄悄布置了对张和刘的抓捕行动。张幼侠一方不知道信息已经泄露给习近平，照常派出先头人员采取行动，结果在京西宾馆和习近平安排的人发生了枪战。网传习近平身边的警卫人员死了9个，张幼侠派去的人死得更多。习近平这边的蔡奇和王小红带人先下手为强，把张和刘2人和他们的亲信家人一网打尽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从2025年初，张幼侠派系就已经把习近平在权力上给架空了。去年10月，9个军方上将在四中全会前被紧急官宣落马，就是张幼侠派系在全面削弱习近平在中共军队中的势力。但是张幼侠为了保中共的颜面，却一直没能下决心对习近平本人下手。这次是习近平派系抓住机会成功反扑了。这2个说法的本质都是习近平派系想从张幼侠派系那里夺回控制权。那主要区别是否有京西宾馆那个戏剧性的武装冲突的情节。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当然目前无从查证谁是真实，但是从逻辑上推理，让2人落马的主要原因应该不是常规的贪腐问题，因为反腐调查通常需要长时间的调查取证，固定证据链，然后才会官宣立案。而且这个级别的官员腐败本身很难成为落马的唯一原因，因为腐败落马通常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在政治派系中站队的结果。中共官方通报中对他们罪行的描述也没有常规的什么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关于经济和腐败方面的描述，而只用了一句严重违纪违法。这6个字的定性，在中共的政治黑化系统里，严重违纪违法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表述。它虽然可以指经济问题，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指政治问题，甚至可以指阴谋活动。当官方通报只用这6个字，不加任何经济犯罪的措辞时，它通常指向的是政治忠诚问题、组织对抗，甚至是更敏感的权力斗争问题。这个定性再加上中共官宣的闪电速度，都指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这不是大量外媒臆断的，是一场习近平组织的针对张和刘的计划已久的反腐行动，而更可能是对一场突发的政治危机的应急处理。直白的讲，就是中共高层可能在过去20多天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性质的突发事件。1月24日晚上，解放军报针对张幼侠和刘振立落马发布了一个重磅的官方社论，间接证实了这个大方向。社论的标题是坚决打赢军队反腐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虽然标题中有反腐斗争这样的字样，但是社论中对张刘2人罪行的描述的原话却是这样的：张幼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这里面最关键的一句就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几乎相当于对外确认了张幼侠和刘振立落马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他们是在和习近平进行权力斗争败落下来的。
至于他们和习近平权力斗争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也就是他们这次落马的具体导火索是什么，前面提到的网传的两种可能性，从逻辑上都是可以讲得通的。既可能是他们近期想对习近平动手，却被人告密而失败，也可能是他们从去年初已经架空了习近平，但是却一直不能下决心对习近平本人下手，而习近平派系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找到了这个机会，成功反击。好在区分这两种可能性也不那么关键，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习近平和中共军方高层都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事实已经再次向世界清晰地展现出来了。那么这个事件还能告诉我们有关中共高层幕后的其他什么信息呢？有人通过这个事件推论说，这个事件说明习近平对中国和军队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在中共的军队中，只要他对谁不满意，任何级别的将领他都可以瞬间清除掉。对此我倒不是完全同意。这一届中央军委在2022年确立时，除了习近平以外，有2个军委副主席，4个军委委员。此时此刻才刚刚过去了3年，6个人中就只剩下张生明1个人了，落马比例高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同时，中共各军种和军区的高级将领也在过去3年屡屡出现团灭的现象。习近平对中共军方高层清洗的频繁程度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习近平对军队能全面把控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习近平对中共军队几乎完全失控的表现。有人说，习近平如此反复大面积清洗中共军方的高层，是他的疑心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他把身边所有人都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解释虽然是对中共军队高层一批批高官落马现象的最简单最容易的解读，但是这种说法却不是对具体现实情况最完美的解释。在过去3年，中共军方高官是一批批落马的。如果你深入分析每批落马人员的细节情况，你就会看到每批落马的人，他们并不是偶然在同一批落马的。同一批落马的人，他们之间似乎都存在着某种共性。你认真分析每批落马官员的共性和各批落马人员之间的不同点，你会惊奇地看到这样的视角给我们透露出隐藏在中共高层黑幕背后的那众多的信息。这一批批落马的高官的不同属性，更让人能感受到这些落马的事件更像是中共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局，而不是习近平个人的神经病的过敏反应。就这届中央军委落马的这5个官员来说，他们是分3批落马的，每批落马的官员都有他们的共性，但是一批和一批之间的特点又不相同。下面我们就通过我们上述的那个视角，来和大家一起进行一次逻辑推理和深入分析的过程，看看我们这个视角是不是能够更完善地解释中共高层发生的这些事情。显然，中共中央军委第一批官员落马发生在2024年6月份，落马的李尚福被公认是张又侠的嫡系，他在2017年就接替了张又侠，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在2023年3月又被张又侠举荐出任了中共国防部部长。但是李尚福当上国防部部长刚刚7个月，就以腐败问题落马，成为中共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防部长。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把李尚福拉下马的主要目的是要干掉他背后的张又侠。这一届中央军委的所有成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因此他们和习近平的关系是不存在谁先天有反习的问题的。这些人的落马很多其实都是习近平下面不同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结果。有人分析，李尚福落马就是军中张又侠的敌对派系干的。那么第2批是2025年10月落马的何卫东和苗华，是去年在中共4中全会前和其他7个落马的上将被匆忙一起官方宣布的那次。对那次落马的这9个中共上将，我专门用了一期节目，对他们每个人的背景以及他们和习近平的交集和关系进行了仔细的剖析。
基本结论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习近平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是习近平福建帮的军中核心力量。这样的分析让我非常难相信，他们的落马是习近平本人直接针对他们下手的。一个军中老相识让习近平不满意是可能的，所有军中的习近平老相识都同时反叛习近平，这就太不可能了。因此我更相信那是张幼霞派系在反击，是张幼霞派系在反击他们的政治敌人的同时，也在削弱习近平在军中的掌控能力。也就是说，那件事情最后能办成，就说明习近平在那个时刻对中国军队的掌控是没有的，大概率是张幼霞派系当时在掌权。而第三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幼霞和刘振立这两个人。虽然网上都说张幼霞他爸张宗逊和习近平他爸习仲勋都是中共第一代元老，他们是老战友，而且是陕西老乡，所以关系非常铁。但是那毕竟是父辈的关系，父辈的关系通常不会自动传递到下一代，也就是张幼霞和习近平这一代。我仔细研究了张幼霞和刘振立的履历，我发现他们两人和习近平在仕途上的交集并不多，远远没有习近平和苗华那样的持久和亲密的关系。苗华和习近平的关系那是从福建就开始的30多年的交情。但是认真研究张幼霞和刘振立的履历，又让我发现他们俩之间却有着很多的共性。他们俩都是从军队最底层士兵一级一级靠战功和能力爬上来的。更靠谱的是，他们俩是目前中共军队中少见的真正参加过真实战争的中共高级将领。这样的履历让他们在仕途顺利时，在升迁中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也让他们容易成为别人妒忌和攻击的对象。1968年，18岁的张幼霞入伍参军，成为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的一名战士。1970年代，他在基层部队历任排长、参谋等职。1979年中越战争时，26岁的张幼霞担任第14军40师118团的一个连长。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面对越军灵活的丛林战术，许多解放军军官表现出不适应，而张幼霞却表现出极强的战场直觉。他曾向团长建议放弃正面强攻，转而带领部队穿越地图上标注为无路可走的原始森林，绕到越军阵地后方发起突袭。这一建议在当时极具风险，但最终证明他提出的这个战术的价值。张幼霞率领的连队成功击溃了把守的越军，打通了中共军队的进攻通道。他本人也因为这次战功获得破格提拔。1984年，在中越老山战役期间，张幼霞又升任为第14军40师119团团长。在这场战役中，他留下了著名的40分钟攻克主阵地的战例。他制定的步炮协同计划被认为是文革后解放军首次将大口径火炮支援与步兵突袭完美结合的范例。随后在防御越军大规模反攻的战斗中，张幼霞指挥119团在松毛岭地区与越军激战，利用严密的火炮覆盖和坚韧的阵地防守，重创了越军。战后，张幼霞本人因战功卓越获得晋升为师一级领导。1964年出生的刘振立虽然比张幼霞小了10来岁，但是他也是靠越战出的名。刘振立不是什么红二代，是个典型的靠实力和机遇起飞的人。他19岁参军，从最基层的士兵、排长做起，历任连、营、团、师各级指挥官。在刘振立的成长过程中，他总能抓住每一个展示他军事才华的机会。1986年至1987年间，他作为第27集团军的连级指挥官，参加了中越边境战争后期的守备阶段的军事行动，也叫两山轮战军事行动。和张幼霞当年的进攻战不同，刘振立面对的是越军长达1年的反攻、袭扰和炮击。据中共的资料记载，刘振立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带领他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猫耳洞环境中生活，先后击退
越军的30多次的进攻，整个连队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伤亡率极低，因此成为中共的战斗英雄。这种实打实的战功，在他后来的干部提拔中，让他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性，成为中共60后将领中的领军人物。战后，刘振立沿着野战部队指挥员的道路步步高升，几乎每隔2-3年就迎来一次职务飞跃。在原北京军区，他从排长、连长逐级升任营长、师属炮兵指挥部主任、机械化步兵第112师师长等职。2012年，48岁的刘振立升任第65集团军军长，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集团军军长。2014年初，他转任具有万岁军之称的第38集团军军长，在这个解放军内部被视为进入最高决策层的快速通道中。2021年6月，刘振立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同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时年57岁的他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上将之一。2023年3月，刘振立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一职位的核心任务就是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战略意图，制定作战计划，调配兵力资源，并实施战备监督。张幼霞和刘振立两人从基层大兵一步步干上来的履历，并经历过实战，在真实的战争中展现过军事能力、立过军功的这些经历，让他们两人非常类似的同时，也让他们和福建帮的那些以搞政工出身的军官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称张幼霞和刘振立两人在军中形成了某种实权派的同盟。他们类似的经历有可能让他们在讨论对台作战的时间表或准备程度时，可能就会对习近平急切的要求会表达一些保留意见或不同的看法。在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原则下，他们这种基于真实作战经历的谨慎表态，就很容易被定性为政治上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就可能成为习近平信赖的福建帮的打击对象。我们前面分析了2024年对李尚福的打击，就可能是在间接针对张幼霞派系的起点。在2025年，网上就有多个不同渠道的传言，说张幼霞当时非常紧张，感觉自己随时有被人赶下台的危险。但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张幼霞派系居然在2025年初成功架空了习近平，掌了实权。2025年10月，张幼霞派系就放开手，对何卫东和苗华这样的福建派将领进行了一次大清理。而张幼霞代表的实权派同盟似乎从此稳固了他们在中共军队中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张幼霞派系也犯下了一个重大的失误，那就是他们太珍惜中共的脸面，不希望中共内部斗争这样的分歧被世界看到。他们错误地认为，清除了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他们就更能够全面架空习近平，因此让习近平继续在台面上表演习近平在掌控中国的这台戏，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网上传闻张幼霞架空习近平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他自己保命，根本没有从习近平那里夺权的想法。当他一旦认为自己的政敌已经清除了，已经没有性命之忧后，他就萌生了退休的想法。网上有消息说，半个多月前张幼霞就放出风声，说自己想退休了。有人借此要习近平和张幼霞一起退，据说习近平也就是摆出自己也想退休的姿态，这就让张幼霞派系的人更加放松了警惕。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张幼霞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习近平派系中的那些非军方的人，比如蔡奇、王小红等，他们绝对不是没有牙齿的，找准机会，他们就成功完成了这次全面反扑。另外有传闻，2025年10月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在这个过程中也倒戈到习近平一派，帮助习近平派系完成了这次对张幼霞派系的清洗。如果把中共高层这些年发生的这一系列大事件看作是数据，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视角当作是一个理论模型，我们这里
做的这个逻辑推理，就是用数据检验数据和模型匹配的这个程度。当这个理论模型能够圆满的符合逻辑的解读中共近期高层发生的这些众多大事件时，我们就间接的证明我们的那个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这就是现代人类科学最基础的基于归纳和演绎概念的哲学逻辑。我们不是在这里臆断，而是在把已经发生的规律用这套科学的方法从黑暗中拎出来。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经过这样一个分析过程，你还会认为当今的习近平对中国军队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吗？正如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更合理的分析显示，这一切其实是习近平对中国对军队全面失控的表现。就包括这次习近平派系反扑成功，拿下了张又侠派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各种表现也清晰展现出习近平派系目前对自己掌握中国军队的能力依然是一种胆胆突突的状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中共这次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布了2人落马的官方消息，背后的原因大概率是习近平派系想快速给这2个人的命运盖棺定论，以震慑整个张又侠派系在各个层面的力量。急不可耐的官宣本身就显示了习近平派系在这次权力斗争中并没有得到压倒性的稳胜，充其量是一种险胜，因此他们内心是恐慌的，对未来是不确定的。网上有传闻说，中共目前对军队全面严格监控，同时要求军队全面组织学习习近平思想，希望以此来控制军队的人心和行动。那么中共这次高层突变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这会让台海战争的风险增加还是降低？表面看，它会降低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中共军队各军种和军区的高层这几年几乎都已经被换过一茬了，中共军队的方方面面都处于重新磨合的状态，就连中央军委目前就只剩下习近平这个不懂军事的外行，再加上张生民这个只会对内抓人的军中捕快，特别是刘振立这样长期做军事规划的专业军事人员也被拿下了。所以根据常理，除非习近平疯了，中共应该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台湾动武。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习近平真的在经历这一切以后，为了巩固他在国内的权威而不顾一切的对台动武，当然那样干的结果大概率是在军事上中共会出个大洋相，从而成为加速中共垮台的一个导火索。那么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事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会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人对自己非常珍惜的东西，先是失去了，然后又失而复得，那么这个人通常会对这个东西变得极度珍惜。习近平被架空失去权力一段时间后，通过这个事件重新获得对中国的掌控权，这种失而复得的经历会让习近平对权力变得更加痴迷，而且这个权力斗争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血腥冲突都会让习近平变得更加不敢对权力有一丝的放弃。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此不需要再幻想习近平退休的问题了。而且随着习近平年龄越来越老，随着他的认知能力的慢慢削弱，中共未来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同时习近平下面的官员会充分利用习近平的认知下降或自我封闭的程度，而想尽各种办法对习近平施加影响，从而造成中共内部派系斗争更加残酷。总之，中国的未来将进入一个更加动荡和难以预测的时期。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